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注意到，高雄港台船的碼頭好像熱鬧了起來。沒錯，那個被寄予了無數期望，也伴隨着無數爭議的台灣首艘自研潛艇海鯤號，在結束台船小務整整半個月的微調後，已經悄無聲息地回到了碼頭。而它的下一個任務是即將展開的最考驗系統極限的跨夜潛航測試。根據高層消息人士的最新透露，海鯤號預計將在今年8月下旬完成所有的港試與海事指標驗證。如果一切順利，它將在8月底9月初正式由台船公司交建給海軍。接手它的將是台灣海軍中名聲最響也最神秘的精銳部队海軍256潛艦戰隊。但這只是個開始，海鯤號的交付背後是一個長達15年、耗資高達2840億台幣的龐大計劃，更是256戰隊從戰隊升格為艦隊指揮部的蛻變。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下潛，去看看台灣這支護台黑鯊到底隱藏着怎樣的雄心與底氣。很多人看到海軍計劃後續量產計劃要造7艘，第一反應可能是為什麼不一次性下餃子，直接造個痛快？不是，造潛艦不是在工厂裡組裝 iPhone， 更不是買快餐。如果你一口氣把7艘的訂單全簽了，那叫敗家。海軍和台船這次採用的是一種被稱為2+3+2的3階段推進模式。什麼意思？第一階段，海軍在2025年3月已經跟台船正式簽約了首批2艘量產艦。注意，這2艘艦不是海鯤號的複刻版，而是會根據海鯤號海事反饋的數據，進行主輔機位置的微調、內部空間的優化，甚至是管路走向的改良，這叫漸進式迭代。等這2艘優化版積累了足夠的經驗，才會進入第2階段的3艘量產，以及最後階段的2艘中級版。每隔大約1年6個月，新一艘潛艦就會開工。小步快跑的節奏，不僅能讓建造技術越來越成熟，更能避免因為設計缺陷導致全軍覆沒的慘劇。而支撐這個龐大計劃的是高達2840億8100萬餘元台幣的天價預算。這筆錢將從2025年開始，整整跨越15年，一直執行到2039年，平均到每年約189億新台幣。這絕對是一筆讓國庫肉痛的巨額投資。但就我看來，這筆買賣太划算了，它能為我們台灣買來水下最難捉摸的威懾力。那麼這2840億買來的量產型潛艦到底是個什麼貨色？在軍事圈裡，判斷一艘潛艦強不強，不能只看它能潛多深、跑多快，而是看它的腦子和拳頭。量產型海鯤潛艦最讓人側目的是它的戰鬥系統將直接與美澳现役同級進行深度整合。熟悉潛艦的朋友都知道，美國和澳大利亞海軍目前最核心的水下戰力用的是同一套作戰神经網絡 AN/BYG-1 戰鬥系統。這是一套能將聲納、雷達、電子戰、武器控制完美融合在數個控制台。海鯤級後續艦接入這套系統，直接意味着它不再單打獨鬥，可以實時無縫地接收來自美軍、澳軍甚至是周邊盟友的水下態勢圖。在電磁和聲學信號高度密集的台海周邊，誰掌握了信息的絕對對稱，誰就掌握了開火的先手權。有了頂級的大腦，自然要配上最暴力的鐵拳。海鯤號量產艦的武器庫可以用誇張來形容。它最核心的武器是美制 MK48 Mod6AT 重型魚雷。普通的導彈打在萬噸巨艦上，可能只是炸毀了上層建築，但 MK48 重型魚雷是奔着對手的主心骨去的。它利用主被动聲納引導，在接近目標船體的那一瞬間引爆，爆炸產生的巨大氣泡會瞬間托起戰艦，隨後氣泡破裂，戰艦在自身重力和空炮效應的夾擊下會被直接折斷龍骨，名副其實的一發入魂。理論上，一發 MK48 就能讓一艘万噸大驅徹底沉沒。除了魚雷，它還能發射前射版魚叉反艦導彈。潛艦在幾十米深的水下，通過魚雷管將包裹在特制運載器裡的導彈發射出去。導彈衝出水面，剝離運載器，點火起飛，在海面上以極低的高度掠海飛行，對遠在100公里之外的敵方編隊進行精確打擊。然而，再先進的武器，如果交到一群生手手裡，这也只是一堆昂貴的廢鐵。要讓這支海鯤發揮出100%的戰鬥力，就必須依靠那群甘願把自己封閉在鋼鐵管子裡的勇士。海軍給出的答案是海軍256戰隊。在台灣海軍裡，256戰隊是一個讓人肅然起敬，甚至有些敬畏的名字。他們平時駐守在高雄左營軍港，被稱為海軍精銳中的精銳。想要成為這支部隊的一員，你不僅要是個合格的軍人，你還必須是一個在智力、心理和生理上都毫无瑕疵的超人。首先，256戰隊的報考資格嚴苛到嚇人，它原則上只對海軍官校畢業成績在前1/3的優等生開放，光這一條就卡死了絕大多數人。其次，即便你成績優異，符合報考條件，等待你的也是殘酷的篩選。在某次招募中，60名符合資格的頂尖優等生同台競技，最後竟然只錄取了8個人，錄取率只有驚人的13%，這難度甚至超過了許多特種部隊的選拔。
為什麼要求這麼高？大家想象一下，一個長70多米、寬不到10米的鋼制密封圓筒，裡面塞滿了發動機、電池、武器、管路以及幾十號大老爺們兒。在這裡沒有陽光，沒有新鮮空氣，有的只是机器永無休止的低鳴和空氣中彌漫的柴油與汗水混合的味道。如果沒有過硬的心理素質，幽閉恐懼症將登門拜訪。在256戰隊的考核中，心理素質測試是擁有一票否決權的。他們會把你關進一個完全黑暗、狹窄且模擬水下壓力的模擬艙內，觀察你的心率、呼吸和腦電波。任何一絲細微的慌亂、焦慮或呼吸急促，都會讓你立刻卷鋪蓋回家。這群通過了重重考驗的水下獵人，正是256戰隊戰力的核心所在。而這支部隊的歷史，同樣是一部讓人唏噓的水下抗爭史。時間倒退到1965年，那時的局勢高度緊張。台灣海軍為了摸索水下戰力，在台北縣淡水悄悄成立了武昌艇隊，直屬海軍總部武昌計劃督導組。那時的武昌艇隊手裡寒酸的讓人想哭，他們只有2艘從意大利秘密購入的 SX404 型微型潛艇海礁號和海龍號。注意，這裡的海龍不是大家熟知的那個海龍，只是一艘微型潛艇。這2艘小家伙排水量只有区40噸，只能搭載幾名特種部隊執行滲透、偵察任務，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潛艇。但正是這2艘水下玩具，為台灣海軍種下了第一批潛艇兵的種子。到了1973年，武昌艇隊迎來了歷史性的轉折，他們奉命更名為潛艇戰隊，並從美國接收了2艘極其重要的戰艦海獅號和海豹號。這2艘潛艦的歷史說出來能直接送進博物館。他們是美國在2戰末期建造的茄比級潛艇，當他們在1973年航行回到台灣成軍時，就已經是不折不扣的老兵了。更憋屈的是，美國在移交這2艘潛艇時，由於政治顧慮，居然把魚雷發射管給焊死了，只允許台灣海軍用它們來做反潛訓練靶船。但台灣海軍又怎麼會因為這點挫折而頹喪？他們不僅通過各種技術手段悄悄恢復魚雷發射功能，更憑借着難以置信的維護工藝，硬生生讓這2艘2戰化石在水下一直服役到了21世紀近80年的时光。直到今天，海獅號和海豹號依然在256戰隊的序列裡承擔訓練與實驗任務，直接創下人類海軍史上現役潛艦服役時間最長的世界紀錄。每次外國軍事專家看到這2艘還在運作的船，臉上的表情不亞於看到一輛1940年代的 T-34坦克還在高速公路上飆車。到了1980年代，台灣終於通過荷蘭購入了2艘劍龍級潛艇海龍號和海虎號。這2艘排水量2600多噸的柴電潛艇，在當時擁有極其前衛的淚滴型船體設計以及先進的荷蘭 Simbans 戰系。他們的加入讓256戰隊終於擁有了真正的遠洋水下打擊能力。但也正是這次採購，直接導致荷蘭關閉了後續的合作通道，台灣的水下更新計劃再次陷入了長達30年的黑暗期。在這30年裡，256戰隊的官兵們就靠着2艘劍龍級和2艘茄比級，在台灣海峽那狹窄的水道裡苦苦支撐着水下的天平。直到2026年，海鯤號的出現，終於為這支憋屈了30年的精銳注入了一劑最強劲的强心針。現在，讓我們把目光投向未来，海鯤號的交付對256戰隊的編制和台海的戰略格局到底會帶來多大的改变？首先是編制上的升格。目前256戰隊的指揮官只是一個少将戰隊長，下轄4艘潛艇，包括2艘處於訓練狀態的茄比級，2艘主力劍龍級。但隨着海鯤號的加入，以及後續7艘量產艦的陸續開工，這個編制將發生根本性的質變。在未來的規劃中，那2艘服役了80年的茄比級活化石，在海鯤號達到戰鬥成軍標準後，將功成身退，正式宣告除役。而256戰隊將有2艘劍龍級加8艘自研海鯤級，組成一個擁有整整10艘現代化柴電潛艇的龐大狼群。1艘、2艘潛艇叫戰隊，但當你的水下編制達到10艘時，你該叫我什麼？潛艦艦隊指揮部，主官將升格為中將指揮官，下轄多個不同的潛艦戰隊、後勤支援大隊以及訓練中心。不僅是軍銜的提升，更是台灣水下作戰地位在整個防衛體系中的全面躍升。在现代潛艦黃金作戰中，有一個黃金鐵律叫做3-3制，1/3的潛艦在海上執行戰備巡邏，1/3的潛艦在往返途中或進行臨戰訓練，1/3的潛艦在港內進行大修和保養。也就是說，當台灣擁有10艘潛艦時，在任何一個時間節點，海軍都可以確保有至少3到4艘狀態完好、滿載魚雷與飛彈的水下刺客潛伏在周邊的關鍵水道上。對於任何試圖發起2棲登陸的對手來說，水下逆蹤戰力就是他們最不想看到的變數。不過，大家先別急着熱血澎湃，我還想跟大家說一點掏心窩子的話。
儘管海鯤號的量產計劃讓我們看到了台灣潛艦未來的榮光，但它的未來絕非一片坦途。在他們面前還橫着3座難以逾越的大山。第一是難以承受的人才缺口。我們在前面提到過，256戰隊的選拔率只有 13%， 對智力、心理、體力要求極高。可問題是，當你的潛艦數量從4艘暴增到10艘時，你需要的潛艦兵數量不是按比例增加，而是呈幾何級數增長。1艘海鯤級需要約50到60名高度專業化的官兵，10艘潛艦加上輪替、後勤和岸基指揮人員，起碼需要建立一個超過1000人的潛艦專業人才庫。在台灣目前面臨少子化、募兵困難的社會環境下，上哪兒去找這幾百個通過3%嚴苛篩選的天才水兵？如果人手不夠，為了湊齊人手而強行降低選拔標準，那在深海中就等於是給潛艦埋下了一顆隨時可能爆炸的定時炸彈。如何解決這個人才缺口，是256戰隊升格後面臨的最大考驗。第二是長達15年的窗口風險期，2840億台幣的預算執行到2039年，15年在風雲變幻的台海局勢中，是一段漫長到讓人感到窒息的時間。在這15年裡，局勢會發生怎樣的变化？國際政治格局會如何演變？那些向台灣提供核心技術的国家，其國內政治走向會不會發生大轉折？只要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比如美國突然卡脖子不給 NBYG1 系統的後續升級版，或者台船的供應鏈在某個關鍵零件上斷供，那麼後續量產艦的建造計劃或許就要打上一個疑問號了。最後是港口的生存能力，潛艦確實是匿蹤的、無聲的、難以消滅的，但前提是它必須在水下。當潛艦在港內補充魚雷、加入柴油或者讓官兵上岸休整時，它就是海面上最脆弱的、动彈不得的巨大鐵疙瘩。台灣目前的潛艦基地非常集中，主要就是在高雄左營和蘇澳。一旦衝突毫無徵兆的情況下爆發，對方對這些軍港進行毀滅性的彈道導彈與巡航導彈飽和打擊，海鯤級哪怕性能再逆天，如果連開出港口、潛入深海的機會都沒有，就被直接擊毀在碼頭旁，那它也只能成為一堆最昂貴的報廢鋼鐵。如何提高潛艦在港內的生存率？比如建設高強度的水下防空洞庫，是台灣軍方不得不面對的現實。當然，跟大家說這些擔憂，並不是唱衰我們台灣的軍艦，而是想誠懇地請大家出謀劃策。台灣海防的未來不在別人身上，在你我之間。我相信，當海鯤號潛艦在夜幕中緩緩劃出高雄港，消失在黑色的浪花之下時，我們見證的是一場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接力跑。從1965年2艘只有40噸被當作玩具的意大利微型潛艇，到1973年連魚雷管都被焊死的海獅號，再到如今裝備着美澳现役同級戰鬥系統，手握 MK48 重型魚雷的海鯤級。這麼些年的自研之路，256戰隊的官兵們和中科院台船的工程師們經歷了太多冷眼質疑，但正是那種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堅韌，才是他們在破銅爛鐵裡動刀，硬生生在2026年撐起了一片屬於自己的深海防線。這艘海鯤號可能在技術上還存在着這樣那樣的不完美，那套2+3+2的量產計劃，未來的路也注定充滿了坎坷。但這管鋼鐵巨獸所代表的是防禦自主最真實的肌肉，是256戰队官兵們明知深海如深淵，卻依然選擇下潛的無畏意志。當這群精銳中的精銳操作着屬於自己的新型戰艦，在幾百米深、漆黑一片的水下靜默潛航時，他們在無聲告訴世界，想要通過這片海峽，先問問水下那些重型魚雷和飛彈答應不答應。正如我一直以來的觀點，榮光屬於台灣海軍。好了，本期關於海鯤號交付、量產與256戰隊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大家認為這支即將升格的水下勁旅，未來還將遇到怎樣的挑戰？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見解。感謝大家的觀看，記得點讚、關注、加分享。我們下一期視頻不見不散。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首先，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比例準確，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材質也說得過去，拿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備一定的可动性，对於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擺件。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價格確實比較親民。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